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小狼要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传说中的《西游释厄传》的速通记录。不过呢，在这里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这个速通记录呢，是简单难度啊，是简单难度。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唯一的黑点了吧啊！但是它这个路子是没错的啊。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东北。来自于这个东北，还有这个人叫我还看不到啊，他的这个平台名字叫监听员平台叫监听员啊。不过不要紧，咱们这个速通啊，希望他能打出这个普通难度的就可以啊。因为速通的话呢，如果说你要非得玩这个超级难，对吧？这个超级难的话呢，确实也是啊，那这路子就不一样了啊，兄弟们啊，这路子不一样了。然后我们看看，就这个。正常的效果，你看，先放一个小宝，然后直接走到这儿，就直接秒 boss 了，看不看见？直接秒 boss 了。然后那边的那个老沙呢，已经打那个金角大王，这边呢，咱们这个小龙女啊，就开始打小兵。我们看看《西游释厄传》速通啊，双人速通啊，小龙女和老沙，老沙是整个《西游释厄传》里面最变态的人啊，就是。这个人是最牛逼的人，没有之一。小龙女呢，她这个无影刀啊，发招也是速度非常快。他们为什么在这里疯狂的用宝呢？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这集没放过，这集没放过。好，直接一个照妖镜捡起来，金刚咒啊，这个是吧？金刚咒不叫金刚咒，我感金刚咒小的时候都叫鸡个隆咚啊，都确实啊，都叫这个鸡个隆咚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一关用了1分钟50秒啊。好，小龙女的胸是真的大。小龙女这个发型，这种发型，哎呀，前跑，终于没见过一个前跑是这样式的啊，这么前跑的人。好，该血杀的时候要血杀，这里面这个血杀跟大伙讲一下啊，难点在哪儿呢？就是说你一次性要把这些小兵全都秒掉。你要是只打了一个小兵，这就难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面要放这个东西啊，跟大家伙讲，如果你要放这个，比如说咱们是小龙女是金属性的，然后呢老沙是水属性的，那么每次你要过关的时候呢，它都会重置啊，就当你没有宝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没有宝。如果你有宝，那就不行了啊！你有宝的话呢，你这个就不会重置了啊。这个所以说它会给你重置这个本体的这种宝，比如说老沙就是寒冰掌啊，如果它就是无影刀。啊，龙马就是突木桩，这个猪八戒就是地煞功，对不对？孙悟空是什么？孙悟空是那个天罡火啊，天罡火地煞功，金木水火土，我狼250，金刚咒是吗？啊，老沙卡威柔平 A 无敌。之前上一部作品我不就是吗？我做的是老沙的这个禁地禁血。但是没有进气儿啊，没进气儿。老沙为什么是最厉害的？老沙的体术还有他的发招，当然老沙唯一的黑点是什么？你看啊，你看这个小龙女啊，还有什么猪八戒呀，还有什么那个龙马呀什么的，孙悟空他下跳都是往前啊，还可以下跳左右。老沙的下跳是什么呢？就原地啊，原地拿杖撩一下，他不能位移，他不能用下跳位移。这是他唯一的黑点吗？我觉得就是他唯一的黑点了。剩下的啊，甭管是必杀还是平 A， 这个人他不是变态，就是如果是变态的话还好点，他比变态还变态啊！就这个人物是 bug 啊，我感觉他设计的就是老沙真的是不愧为卷帘大将，体术无敌啊，体术无敌啊！而且你看他那个必杀，他这个必杀的时间很短。没有那么长，我觉得最傻逼的必杀就是孙悟空的必杀。孙悟空一个必杀打完人之后打一套，还要把人往那一踩，还要踩，贼浪费时间啊，相当浪费时间了啊！好，看看，直接搞定。迷魂咒哇，这是双人配合的这个组合必杀。每一个人这5个人啊，组合必杀名字都不一样，有什么狮吼功，有什么那种啊，反正是如来神掌什么的啊，我感觉都有。好，看看阳历大仙是恶剑，老沙是释厄剑，然后那个什么啊，这个是每个人的这个都有武器，上古神器，有释厄剑啊，还有什么那个好接必杀，
1、2、3下跳，然后1、2下跳，然后老沙接必杀，直接秒掉。进屋啊，好，诗歌剑捡起来。八戒是雷电戟，对啊。那孙悟空按理说应该是火云刀才对呀，是吧？小时候愿意寒冰掌左右，据我所知，其实并不需要左右，你放了寒冰掌好像就可以啊。我印象中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每次这个已有对话的时候放一个小宝，一个照射镜啊，一个照射镜直接跟上一个必杀，然后小龙女接必杀，血杀1点，然后再接必杀可以追地，小龙女接必杀，好的。这里面呢，因为是简单难度啊，兄弟们啊，所以说这个气儿呢接的比较慢啊。所以说，这也就是说，因为他这个玩法呢，还是有一定的黑点啊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说，那你25分钟那个29秒，有本事你玩超级难呢？那这点啊，也确实是，如果是超级难的速通的话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。寒冰掌左右不用左右是 S 是吗？那我又孤陋寡闻了啊，那可能是那我又傻逼了啊。来，我们看看，直接就过了第3关，这才6分钟，兄弟们啊，6分钟第3关就过去了啊，太烂了啊。好，看看现在通天河，经说800里，通天河，按理说通天河的意思就是可以通天，是不是？小的时候一说通天，我就想起那个就是升龙来了。就什么叫升龙？比如说小的时候玩街霸啊，街霸里面呢这个红人和白人不会薅油根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管这个薅油根。后来呢，你比如说八神啊、草剃精啊这些人不都有升龙拳吗？都不叫升龙了，都叫薅油根，管叫薅他啊，薅他就是防空的意思。那么有人居然管薅油根叫升龙拳，叫通天啊！这因为那个你像那个红白一个升龙不打到天棚顶上了吗？啊，这通天啊，通天河，火云刀。哎，你说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哪儿，你在水里面放电。你在水里面放电不怕电到自己吗？还有就是你在水里面放火云刀，你逗我呢，兄弟啊，搞我是不是啊？不过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啊，就比如说看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或者说像游戏，它描写的什么呢？比如说龙宫，很多人龙宫这个水里面打架怎么回事？其实龙宫里面，据说龙宫里面是没有水的，它虽然说是在水里面，但宫殿里面是有空气的啊，并不是说有水啊。好，看看直接秒掉。一会儿啊，这关的 BOSS 呢是那个金鱼精，也就是所谓的灵感大王。灵感大王怎么说？无影刀，这个无影刀也很快。你看老沙这个 A 呀，踏，真爽。Y 轴很强，然后 X 轴更强。好，寒冰掌。知道那个怪在哪刷都啊，好，只要是范围的就直接无影刀，如果是知道在哪个地方同时刷就寒冰掌，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海底生火，海绵宝宝，章鱼哥在水里面吹笛子，吹箫是吗？好，直接一个大宝塔接必杀。小的时候就不会用这些小宝啊，像这个什么宝塔呀、照射镜啊、什么小那个冰扇呐、还有这个小葫芦什么的啊，都可以用来这个无限压制 BOSS 起身。咱们小时候觉得这玩意儿没有用，都觉得什么有用呢？金刚罩、火云刀、雷电戟、噬恶剑啊，甚至还有什么乾坤宝剑什么的啊，觉得这玩意儿有用，对吧？我说他对吧？他说你这个没用，我说我这个有用，这叫画劲儿。传统功夫是要讲究画劲儿的，四两拨千斤啊，对吧？200多斤的英国大力士都折不动我一个手指头啊！他说马老师，我想跟你试试，我说可以。他啪就站起来了，很快啊，然后上来就是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右边腿，一个左侧旋，我全都防出去了啊！防出去以后啊，自然是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，右拳放在他的脸上啊。好，我们看看捡起来，这能把东西化掉。你看他吃的东西一瞬间接这个下跳，直接就把这个图给化掉了，因为图只有这个猪八戒能吃啊。嘣，一会儿你们又要看到蒙面女侠了啊！蒙面女侠呢，
真的是非常帅啊！现在我跟你说啊，马老师啊，不是被封杀，他绝对现在过不了气的，真的。你像这些鬼畜的人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纵横鬼畜界这么多年，我没见过任何一个人比马老师要密集的，要持久的，真的。你像甭管说以前的什么这个那个啊，元老级别的也好，还是说出个新人，但是就是真的，马老师是，如果他不是被官方点名批评的话，他现在别说现在火，他都能火到明年，我真的，他这个。没办法啊，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二仙桥那个吧，他二仙桥没办法，他那个吧太嘚儿了，他那个太嘚儿了啊。好，看看，不是恶搞恶出感情了，现在真的好多人都就是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吧，其实马保国这个现象呢，其实确实是不好啊。我感觉是不好，确实，咱实话实说，我也意识到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真的就娱乐的角度上来看，是挺有意思的，真挺有意思的啊！就真的就是精神食粮啊，就是精神食粮的啊！好，看看鸡哥现在也就包括那个，你像那个卢本伟，不也是吗？卢本伟啥呢？其实，在鬼畜方面上啊，曾经直播的时候，鬼畜还不火，一旦他被封了，直播火了。好了，看一下蒙面女侠，这个女侠说句实在话啊，那比小龙女身材要好得多，对吧？不仅胸部啊跟她差不多大，而且腰比她还要细，穿的又性感啊，她可以在91上上传视频了啊，这个或者在推特上啊，而且她这个装扮一看就是有点像什么啊？他这个装扮啊，虽然说他穿的是蜘蛛女侠的衣服，但他如果要穿夜行衣的话，像不像那个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的那个女飞侠，就女贼？那大伙知道那个就是他就是那个老板啊，知道吧啊？麻豆蜘蛛精，哎呦，我感觉老沙这个必杀真的快。好，看看，打下去了啊！这里面呢，如果是 CS 的话呢，这个蜘蛛精起来之后呢，它会跑到岸上，但这里面呢，它在那瀑布里面洗澡之后呢，它出来还是在瀑布里面啊，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没什么两样。哎，这个蜘蛛为什么跟雷有关呢？看不看见啊？蜘蛛跟雷有关。你像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蜘蛛也是有雷灵珠，对不对？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那个蜘蛛精是有雷灵珠的啊。好，你看，就这个就是宝葫芦，这个收。我这个是雄的，你这个是雌的啊。你这个雌的一见她老公，她就不管用了，太狠了啊！好，看看人参、何首乌、当归、威灵仙，但凡这种宝啊，一般来讲都非常的感觉非常实惠。来看一下。哎，不是那个小龙女那个 winner 啊，如果是小龙女这个获胜的话，小龙女会原地跳起来，但是有一只手要捂着裙子的啊，一定要捂着裙子啊。老沙最狠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这个游戏最后一关是什么呢？最后一关是那个比如说 CS 吧，最后一关是幻魔。那 CS 最后一关是幻魔，老沙是克这个幻魔的啊。对，喝的是0度啊，喝的是零度可乐啊，无糖可乐。其实喝无糖可乐也不好，但是我就是渴了嘛啊。我刚才喝的那个高碎，然后我现在再喝一个龙井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就废了啊，睡不着觉了，兄弟们，我只能喝可乐了啊。喝茶喝得多，你说你看我正好我干到晚上12点多，然后回去睡觉，结果呢回去睡不着觉。我睡不着觉啊，对吧？我睡不着觉啊，我想你想的想睡觉，就这个啊，哎，就这么喊吧啊。安红，这里有一首诗啊，我也有风啊，这有意思。没事，大家伙看看那个有的电影挺逗的。
有什么有话好好说啊！我刚刚看给我乐屁了都啊。好，刚才他好像接了个必杀，但是呢，这个白象方便面啊，直接就进到这个八卦炉里了啊！白象王，文殊普贤菩啊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这个坐骑，好，来看看无影刀，这里面象啊。这个白象说实话长得是真挺可爱的，对不对？手里拿着个板斧，象板李逵啊，象板李逵相当屌啊！一个照射镜，啊，老沙这招挺厉害，拿拐杖放在脖子上，哇，这个我感觉这个挺狠啊！禅杖，其实好像这个原著里面老沙拿的不是这个禅杖。我印象中老沙拿的好像不是禅杖啊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。而且还有那个什么，这个比如说像什么那个有好多这个宝啊，什么这些法宝啊，它的寓意都不一样的啊，很多法宝的寓意都不一样啊。比如说那个如来佛祖啊整的那个18粒金沙。啊，它寓意着就是金山啊，用来买通这个本土教，然后有一席之地。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像那个金山找叶问啊，还有那个洪金宝扮演的那个啊，他们对吧？叶问想要在香港开武馆，对吧？然后威胁到了武馆的利益啊，你要到这儿来我这儿，你想做生意，你想这个收徒弟开武馆，那是吧？就得有说法，对不对？就得有说法。跟利益上有挂钩的，你像这个是吧？那个也是，《西游记》佛法东渡是要有代价的啊，所以说就买通这个太上老君的坐骑嘛啊，对吧啊？好，直接抠死，无限无影刀和一剑必杀，啥叫一剑必杀呀？这个东西，这个版本还是126版啊，其实也无所谓的。你哎，就我一直在想，就比如说玩拳皇，我问一下兄弟们，我问一下，就如果给你一个挺多按键的一个版本，不，比如说键盘吧，你所有的招都可以一键完成，比如说玩97，所有的键都可以一键完成。然后让你跟什么那种什么合十打、挥打，他们是手摇的，你能打过他吗？对吧？包括咱们玩那个什么，玩那个地下城与勇士，都是有那个对吧？快捷指令的。有的是它可以手摇，你可以手摇发招，对吧？但是你有快捷指令怎么了啊？这个好像是简易版的话，属于什么呢？就是好像上下就可以直接发必杀，有的是后前正摇啊，有的是后前正摇啊，正摇后前啊，正摇后前。对呀，无影刀这你一个人拿道具啊，一个人拿道具，一个人不拿道具，所以说他全程每一次过图的时候就有无影刀，这个是游戏的设定啊，这可不是玩赖啊。你说他是乱打的，他可不是乱打的啊！蹬鞭腿左刺拳，训练有素。后来他说他练过3、4年泰拳，啊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我69岁的老妖怪，这好吗？这不好，我劝啊，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不要再耍这样的小聪明啊！武林要以和为贵，哎，谢谢朋友们啊！然后一个暖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他就利用这个游戏的设定啊玩的。小狼，你们能不学马保国了？膈应人。马保国他不是膈应人，有的时候他那个说的话还挺对的。你像那时候玩那个这个。但凡玩这种有闪现的这个游戏，一般你像这些主播他都有，你到现在也都是，对吧？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对吧？很正常，就是啊，就是没有闪嘛。你这个它很应景，这个东西啊，确实应景。好，有的时候用这个定珠也挺好吧，怪全敲到一起，然后呢再一起秒掉的啊。好，看看金毛老鼠精前鼠王啊，
不是那个师傅搁那喊，师傅说：“救命啊！这救命啊！”然后呢，沙和尚就想救师傅，然后小龙女说：“你别闹，那个师傅是妖怪啊，那可是妖怪，他给的东西不要吃，好吧？我给你画个圈儿。”好，看看这唐僧好骚。西游释传1里面，唐僧是只有在这里面是有这种出场的。比如说在最后啊，如果是 CS 啊，它设定的非常好。西游释传 Super 里面呢，唐僧呢，就是最后的这个幻魔其实是唐僧啊。唐僧刚开始幻魔是蝎子精，后来呢变成一只大眼睛啊，变成一只大眼睛。然后呢，最后呢把大幻魔打死之后呢，从里面爬出来的是这个唐僧，说明唐僧的心魔。这个改编挺好啊，这个改编不错。虽然说唐僧按理说是没有什么武力的，但是毕竟唐僧的这个前世，按照这个6道轮回讲究，他前世呢是金蝉子转世啊，而且是10世修行的好人，对吧？这个怎么说啊？他们说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唐僧呢，就是这个情况啊，就是他有个心魔，是吧？好，火焰山牛神，大家看这个牛啊，一个小论杆，这个牛是旱地神牛啊，非常帅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最后一关，老鼠精不是最后一关啊，这个最后一关是牛魔王，火焰山是最后一关。原著里面，咱们不能说最后一难是那个9981难最后一难那个难啊，就把经书搞湿了那个难，也不能说是那个无字真经那个难。就妖怪来讲，它的难应该是哪个呀？我印象没记错，应该是那个犀牛那个啊，3个犀牛精那个，3个犀牛精有3把武器啊，一个是玄冥斧，对吧？不，真的是啊，一个是玄冥斧。一个是那个雷电戟，不是，一个是可以吹风，一个是可以那个吹沙，还有一个是可以冰人啊，正好克制这个孙悟空、猪八戒还有沙悟净。后来呢，没办法找这个4目星君，然后呢，那里面真有个小龙女，小龙女就是龙王的女儿啊，还被这3个犀牛精给搞了。然后这个犀牛精呢是这样的啊，这个犀牛精呢怎么说？犀牛精这个，有正常，这不是有3个角吗？啊，有3个角，啊，不对，它不是3个角，是6个角，不是什么啊？它是送了，据说是送了这个如来一个角，送了玉皇大帝一个角，还不是太上老君一个角，然后自己留了3个角，不是怎么的啊？我忘了啊，这个事儿我长时间不研究忘了，咱们有看过原著的可以去查一下。然后再就是那啥，就那个角非常值钱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角什么意思呢？那个你那犀牛为什么去参加那个什么会？它就是啥呢？就是那个有油水啊，就是油水，就是很多人上供就上那个香油，香油就代表钱嘛。你看现在都是香油钱，其实真的不是去买香油送给这个寺庙，都是香油钱啊。然后扣善人那个难好像是没有妖怪，扣善人那个难是不是没有妖怪？他应该是最后一难吧啊？扣善人的话，应该是那个。就是大家伙看过，就是《西游记》续集里面也有，啊，就是唐僧这个去这个寇善人家，然后好生招待，说我要斋僧，一共是9996个，就差4个这个僧人，满足你这4个，我就满足我自己的誓言，我说我要摘这个1万个这个僧人啊，就差他们4个，很巧啊。结果呢，他们管家啊就搞事情，这个跟《水浒传》里面那个，跟《水浒传》里面那个李固。啊，有点像啊，李固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那个燕小乙啊，这个卢俊义那段啊，有点像。这个管家有点事儿，管家呢跟那个他这个小老婆啊有没有事儿？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，反正是就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这寇善人不还魂了吗？啊，寇善人电视剧里面有吗？《西游记》续集里面没看过吗？那个县官老演那个县官，老演老头，挺可爱的啊。那寇善人呢是被判去当那个什么啊，就是阎王爷还给他一个活干，然后后来让他还阳了之后呢，这个阎王爷还挺可惜的，但是孙悟空去了，阎王爷害怕呀，惹谁也不能惹猴啊，你惹真的啊，真的你可以惹别人，但惹猴惹不起啊，没招，就是没招啊。好，看看这个牛神直接被无限连击，我去。这无限现在是25分钟啊，25分钟，刚刚25分钟，咱要不算片头的话啊。
但是你们说他这个无限连这招是不是赖啊？确实是赖。当然呢，如果是超级难的话，他就不可能会这么连的。你要超级难的话，他这个气儿持续的时间肯定是有点那个什么啊。好，变小，躲一下，迷魂咒，哇！哎，他俩这跳舞呢吗？这不是老沙跟这个小龙女，哇，这个哇，冰溪练的不错啊，兄弟们。好了，25分钟29秒直接通关，简单难度。这个呢，其实啊，就是咱们不，虽然说简单难度呢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觉得小狼这个我也会啊，但是他的路子是以简单难度的为基础，然后打速通，就是图一个字儿，就是速通快。所以说呢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。好的，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咱们这两位高手啊，给大家伙带来了精彩视频，同时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。